台军演练巷战，想诱杀解放军，这个战术未必没用，但是作战想定是不是也太脱离现实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前几天呢，大概是为了提升一下民众士气，提升对台军作战能力的信任，台军呢搞了一系列战备演练，并且邀请民众媒体来观摩。按说呢，这种邀请民众、邀请媒体观摩的演练这类目的都是汇报表演性的，就是选取一些比较熟悉的科目，表演一圈走一圈给观众看看，告诉观众部队有什么装备，有什么性能，具备了什么样的战斗技能。但是如果真把观众引入的不是那种表演性的汇报性的演练，而是训练性演练，那么训练中出现的问题也会被观众看个一览无余。1月6日那天，台军的演练中就出现一个小问题，他们设计一个环节，就是要号称在巷战中要诱杀解放军，想把这个解放军引过来，叫诱敌深入嘛。然后看画面呢，就是步兵战车掩护，步兵呢在车边上协同进攻。等到了一个建筑门口，几个人开始玩 CQB， 就是那近距离的作战嘛。6个人一个小组，队形看上去呢倒挺规矩，一个人在最前面拐弯以后警戒，2个人去开门，3个人在后边拐角处呢贴墙站着，警戒了其他方向，等于6个人里边有3支枪警戒3个方向了。然后教官呢在前面就指导2个开门的兵怎么去破这个门，然后这2个人又是用肩撞又是用脚踹，演到这里边就出问题了。因为按照 CQB 的相关的这个战术要求破门之前一定要有些动作，比如尽可能进行观察，或者利用技术手段进行侦查。比如说踹门之前，您至少要看清楚这门是虚掩着，是开着还是锁着，这门是朝外开的还是朝里开的，别踹了半天把这开着的门在一脚给踹锁上了。还有这门要是比较结实，用脚踹不行，得考虑使用破门锤。如果更结实的门呢，得考虑用炸药炸门，用霰弹枪去打着门枢。所以你看解放战争的时候，解放军巷战一般就是街面上看不见人，就是搞连续爆破穿墙一路进攻。如果你判断这个门是虚掩着的，还要看看门周围有没有爆炸物还要听一听门里边有什么动静，别中了埋伏。你像80年代的时候，就是南疆的英模报告团就在我们那个学校做过报告，就讲过说南疆作战中呢，我们也吃过亏，几个战士追一个敌人，那个敌人躲进一个建筑之后呢，就快速在门上面安了一个地雷，我们战士不知道，其中一个人追过去之后开门就往里冲，然后付出的都是血的代价。而台军这次演练里边什么动作都没做，到了门前是教官推着一个兵就开始撞，用肩膀撞，用脚踹，连踹4次没有破门。结果教官说算了，咱们换一个好欺负的门。其实呢，就算是美国的执法力量，在美国国内遇到这种情况也很多，经常遇到一个什么结实防盗门，怎么撞也撞不开。但是如果仅仅是开门不顺利呢，我们也用不着为这事儿笑话台军。但问题在于这个演练，这个演习想定本身才暴露了一些更大的问题。如果台军真的是跟解放军交手，虽然说我们可以有强大的火力压制和摧毁敌人，但是我们也真的没法保证绝对不会发生巷战。所以这些 CQB 战术呢，倒也不是彻底无用。但是台军这次训练完全是低强度的治安战水平，甚至是处理刑事案件进门抓人的水平。比如CQB 战术中有个原则，就是保持必要的隐蔽性、突然性。你这连撞带踹4次打不开门，那屋里如果有解放军的话，就算睡熟了也会被吵醒还有什么隐蔽性和突然性？这种战法根本没法对付解放军，闯进门抓蔡英文那倒还行。所以有人说，低强度治安战的思路如果乱用，高强度战场上真的会害死人。不过呢，我估计台湾搞这个演练的时候也没想这么多，反正媒体观众看个热闹而已。说到这儿，我觉得还是那个教官人不错，事后很体贴，告诉士兵没关系不用太在乎输赢。这话真的应该让台湾士兵记住，真遇到解放军别傻乎乎的去拼命去较劲，别去担心什么输赢。好，关于台军的 CQB 战术是不是被美军带到坑里去了，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谈。